通过这次盛大的阅兵，中国人终于看清楚了3件事，再也不迷糊了。第一，未来10几年的国家方向感定了。第二，老习真正心目中的接班人也算是浮出水面了。第三，老百姓接下来要过什么日子也有数了。那普通人还有啥盼头吗？还真有，也许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解决方案了，那就是端粒。节目最后我跟您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3号，国内的93阅兵算是落下帷幕了。除了老习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之外你发现了吗？普通老百姓他也是有收获的，就是一直有争论的想不明白的左右互搏的事这次算是踏实了，都看清楚了。在这儿呢，我说2个花絮。第一，国内的老百姓和媒体都在讲这次高潮了，我们很多能够全球打击的导弹让我们扬眉吐气。你看吧，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这玩意儿，但是呢，国外媒体倒不关心这玩意儿，他更关心的是3个独裁者，说确切点呢是老习和普京还有金三胖这3个实际上的终身皇帝他们居然在讨论长生不老还有那个器官移植。欧洲的美国媒体都议论这个，他们呢终于看清楚这仨人是不可能全退的了，除非拿命来换。第二呢，这个阅兵呢同时也粉碎了一些华人媒体圈关于老人干政的这谣言。因为一直有人讲张幼霞控制了军队，温家宝号着这个元老把老习架空了。你看现在通过这个站位来分析张幼霞实际上他没有这种动力，也没有这种事儿，谣言应该是不攻自破。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张幼霞是老习的玩伴，也是陕西老乡，上将之子，那他都75岁了，要换你有这种动力去玩这革命吗？实际上如果真玩成了，那也是为别人做嫁衣，他还能活多少年呢？自己的儿子孙子能接上吗？接不了。所以说他没有这种动力和这种胆量做这件事儿。第二，那你说像温家宝什么汪洋这类的所谓元老能不能翻盘呢？实际上也很难。这个就和中共的体制设计有关系了。在这个玩法当中，军委主席总书记他掌握着所有的军警宪特的强力机制，只要你一离开这个位置，那你就啥都没有了。你周围那不是保镖和秘书，那是眼线，实际上对你是实行监护的。你一举一动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那天天都要写报告的。你在这时候元老没用。我说句实话即使有一天，咱们纯假设一下，老习他离开现在的岗位，成为了所谓元老他也会面临这个情况。因为这个权力已经不在你这儿了，你并没有像老毛那样拥有军队的控制力。老姜都没有的事儿，老习能做到吗？不可能的好了，这也算是最后一次给大家聊这个老人干政是不可能的事儿了。那今天我们讲中国老百姓实际上看清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未来国家的方向感。在前几天我分享了一个2016年孙立平教授的评论，他说他发现呢，现在的人们人心浮动，主要是3件事儿：国家方向感模糊了；第二呢，是精英的安全感缺失了，都在移民；第三，老百姓的获得感破灭了，觉得干不干没啥意思，都是牛马。你看现在孙老师你应该踏实了吧？方向感最重要的国家那一定是什么？向左转。这国家方向感呢，我们把它细分一下。外交上大家讲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了，改开那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。老习现在已经坚定了反美反西方的路线。你通过这次他请的人，
有多少是美国制裁的？你别说那个委内瑞拉了，现在都打起来了，是吧？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，像伊朗啊，那一直是老美的敌人啊，明目张胆的敌人。现在我就把他请来，成为我的座上宾。你想一下，这是想和美国搞好关系的这个前奏吗？不可能了，剩下的只能是针尖对麦芒。全球化啊，这种红利，中国老百姓也不可能吃到了。那第二，除了外交啊，那就是内政。我应该有个大胆的假设吧，中国接下来进入的是习家族统治时代，真正的习家，而不是这个共产党统治了啊。共产党呢可能会沦为习家族的一个工具。在这儿呢，给大家讲一下，所有的独裁者啊，到后期他不相信掌握军功的人，也不相信啊在经济上做出巨大的成绩的人，在他眼里这都是威胁。虽然说我提拔了你，你掌握了军功，打仗啊晋升上将，或者说你经济发展造成多大的这个声望，在他眼里啊，你都有可能啊要清算。所以说啊，真正信任的仍然是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。那为什么有这个观念呢？大家看到没有呢？在上几次的阅兵中啊，老习一边是外宾，一边是自己的什么议长啊、总理啊、副总理啊、常委啊，他好歹还代表一个国家的主席、军委主席这么一个身份。但现在呢，大家感觉这简直就是老习一个家族的一个聚会。我请的是外面的人，你那些议长啊、人大主任、政协主席啊、那些常委、总理啊，你都变成了我的跟班了。所以他国家的概念在削弱，而增强的是什么？是习家的一个声望，自己的夫人啊也是登堂入室了。因为所有的独裁者到后期，他忌惮的就是有影响力的人，而他唯一信任的就剩下身边的亲人了。在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张玉凤啊，作为老习的情人，他曾经写过一个回忆录，这个叫做《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真相》。他讲到什么呢？在1976年4月份啊，老毛就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，毕竟啊都起不来了，说话都不清楚了。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吗？像别人讲的，你能活到150岁，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，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。所以说啊，他经常叫2个人，他称之为什么能够交心的？你猜他是谁呢？一个是张玉凤，一个是自己的侄子叫毛远新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哈，他说：“小毛小张，我能交得了心，我死后啊，可能不出1年，长不出3、4年，会有翻天覆地。民心军心，我看不在我们这边。”他也清楚，搞到时间文革呀，把自己的提拔的那些老帅们、将军们，搞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那个邓小平们，他全打倒了。他真正依赖的是他心目中的那些接班人，就所谓的四人帮那些秀才们。但是他也清楚，民心军心啊不在他这儿。那既然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总要把这个盘交下去嘛。你可能都想不到呢，他拟定的常委接班人一共是7个，到底有谁？因为很多人呢否认张玉凤的这个报告，尤其是说江青的秘书们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我既然吃江青的饭，虽然江青打倒了，这个身份曾经在，所以他就否认。实际上啊，我感觉大概率这是真的。那这个名单啊，老毛口述3个人记录，这个3份现在都没有销毁。第一个人物是毛远新，排名7大常委第一，自己的侄子。第二，华国锋，自己老家的亲信起来的啊，湘潭县委书记起来的。第三，江青，自己的妻子。因为俗话说呢，是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看他从延安窑洞开始上了老毛的床，到西柏坡，对吧？又到了北京，这日子多少年了？所以他呢进常委呢也是正常的。
虽然说在后期他跟江青事实上已经分居了，一个在游泳池，一个钓鱼台，已经不惜那种夫妻的事儿了，但是啊，在共同的利益上是一样的。再说有李娜还有一个孩子嘛。第四个，陈锡联是自己侄子毛远兴的老上级，也算是辅政大臣吧。第五个，秀才季登奎，也算是河南啊他看得上的人。第六个那就是汪东兴了，自己的书童，在长城时期就一直背着老毛啊鞍前马后，算是放心用的人吧。再者说呢，他也掌握着中央警卫局的大权。第七个，最后你想不到吧，那就是张玉凤本人。他作为毛的机要秘书啊，也是10来年吧，在身边。1976年7月15号，老毛向自己的近臣公布了他死后的7人常委名单以后啊，江青首先是不淡定了，他让主席再重复一遍，然后反问这个王洪文呢，张三桥呢？老毛啊指着他做了一个动作，咔咔，说你好幼稚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老帅和王洪文啊，还有张三桥都不进，就是一个平衡。至少说，上述7个人虽然没有什么军功，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成果，但有一条，那就是忠诚与信任。这些人他有个共同特点，离开老毛啊，你啥也不是。所以说，这些人是最安全的。他们有个统称叫做身边人。你看老习啊，这次能够把自己的妻子抬上来，也有这方面的考量。无论是现在的什么浙江新军，什么福建帮，什么军内的陕西人啊，都是工具与过客。当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的时候，那除了给这些人一定的实权，至少说彭丽媛现在有个实权呢，叫做军委人事工作的委员就是军队里边提拔人要经过他同意。官虽然不大，但是实权大家心里都有数，那绝对有这个一票否决权。既然说军队的人事现在掌握了一部分，那慢慢的呢，仍然要让他登堂入室，要参与一些外事活动。当有一天把他扶起来的时候老百姓还有是军队的人才能真正的服气。那你要问，那中国老百姓是不是已经没啥盼头呢？还真不是。至少说他们在城楼上讲的换器官呀，什么那个东西在科学上你不可能代替一个叫做端粒。因为按照诺贝尔这个医学奖的获得者给我们讲，人的寿命衰老是端粒不停的分裂细胞。你如果说换心肝肺肾呢，你只能是适当的延长了一些寿命，但是你身上每一个微小的细胞它不再分裂的时候，你换新的年轻人的肝和心没用，该死亡的它还是死亡。所以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，唯一的盼头就是70、80岁人的平均寿命，到时候换器官没用，端粒已经不再分裂了，那个时候才可能迎来真正的改天换地。好吧，您赞同大卫的观点吗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最后恳请各位，如果您觉得节目还有点意思，欢迎您点个赞。因为我看那些整天谣言那些摇棍们都有很多点赞和留言，说明啥呢？说明愿意听大卫真实声音的人还是有的。我希望看到您的互动，咱们明天见。明天呢，我想讲一下中国这次展出的所谓先进武器是否是真的先进，那打仗制胜的软件是什么？大家敬请期待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明天您第一时间会听到。